民国乱世，我顾家倾尽全力扶傅沉渊坐上督军之位。我曾以为夫妻同心，顾家忠心无二，便能换来他一分真心。可今夜元宵宴上，他却把我的内宅总印摆上棋局，当着满厅军政要员的面，逼我跟他新抬举的许夫人对赌。眼下棋局已至穷途末路。夫人，不过是一枚印信，输了就让给他管几天内宅。我想要这个，姐姐敢不敢赌？这是当年督军上任时赠与顾家战死将士们的信物。徐婉堂，你越界了。准了。娘亲，跟他赌，我可是棋圣转世。娘亲，接！既然他敢送，咱们就收。既然督军舍得拿将士们的信任陪一个姨太太玩闹，那我赌了。姐姐爽快，这锁精致，妹妹早就想要了。慢着，督军，姐姐反悔了，还是舍不得。夫人，话既出口，自然作数。你想抗令？不敢，只是既然赌，就该有对等的筹码。我押上内宅总印和这枚长命锁，那是夫人名分与顾家的脸面。夫人拿什么赌？拿你靠伺候人抬上来的名分，你也配？督军，姐姐瞧不起我，我出身低微，确实不配。我替他出。这班只能调动督军亲卫军，也是督军府权柄的象征。夫人，够不够？哇哦！九阶扳指，娘亲，这波稳赚，快坐下，我的棋瘾犯了。平日陪傅沉渊下棋，我只负责输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臭棋篓子。娘亲别慌，我是你的脑。33点角，58飞，天元左下，随便丢一颗。姐姐这棋别具一格，怕是连府里念书的孩子都不如。平日里陪督军对弈，姐姐当真只是做做样子？夫人若是累了，不想让顾家太难看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交出内宅总印，我收回扳指。刚才的话便作罢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示敌以弱，扮猪吃老虎。要是一上来就杀疯了，他反悔怎么办？王天元左3路，再喂一颗废子，撑死他。我不懂深奥棋理，可我也看得出这是死局。既然姐姐执意送死，那妹妹就不客气了。这内宅总印，今日一主。姐姐，这局势如同这枚印，看来要换主人了。听说里面藏着顾老帅留给你的保命东西，这么贵重的玩意儿，过了今晚，正好挂我楼里那条巴尔狗脖子上。这锁是父亲出征前在护国寺求来的，锁心里藏着一枚密令，可调动顾家的死中救部。这是顾家绝密，连母亲都不知道，除了我，只有一个人知道。光赌死物无趣，夫人，既然要赌，不如赌大点。若你输了，不仅交出内宅总印，我要你亲笔写信，劝顾老帅交出北境30万顾家军的调兵手令，辞去北境军职，离开北境，回乡静养，如何？原来这才是今晚的目的。内宅总印、赌局、9阶扳指，全是幌子。他要的是顾家的兵权。顾系旧部早被调离省城，如今留在这里的不是墙头草，就是傅沉渊的心腹。感动外公兵权，娘亲答应他，让他立字据。这一局我要让他输。好，我答应。
但口说无凭，堵住事关军政府根本，自当慎重。请机要秘书官当场记录，立赌约字据。白纸黑字盖上军政府大印，当着诸位的面存证。督军，敢吗？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有什么不敢？来人，备纸笔。姐姐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立了字据，到时候姐姐若是赖账，可就是抗命的大罪了。不过姐姐放心，等顾家倒了，妹妹会求督军给顾老帅留个全尸。娘亲霸气，就是这样，让他再笑一会儿。夫人，认输吧，留点体面，别让顾家太难看。所有的铺垫，所有的隐忍，都为了这一刻。娘亲，该收网了。顾家早该交出兵权，老帅一把年纪，还攥着北境顾家军不放。许夫人这棋下的妙，真是女中诸葛。姐姐，这子落下，顾家百年荣光可就断在你手里了。你若现在滚下来跪地求我，兴许我心情好，还能让督军给你留个全尸，也好让你那老父亲死得瞑目些。这就是我扶持的男人，我替他守住的军政府。娘亲，别怕，看天元右侧那个不起眼的空位，那是黑棋唯一的死穴，名唤神之一手。此子一落，乾坤倒转。夫人，事已至此，别再挣扎了，难看。督军怎么知道这就是结局？这一局谁输谁赢，还未可知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倒托天啊！这是倒托天，置死地而后生。老朽钻研棋道60载，从未见过这等布局。夫人棋艺，我心服口服。承让，愿赌服输。来人，把扳指收了。另外，按规矩，许夫人，你输了。督军救我！我不想。滚！既输了，这身行头便不属于你。这东西你不配戴。你敢！我是督军最宠爱的人，督军，你说话呀！姐姐要羞辱我！徐婉堂，你输了。李妈，动手。得罪了许夫人。放开我！放肆！督军，这赌债我收了。慢着！我是督军，这扳指是老督军遗物，府中重器，岂能儿戏？今晚夜宴，不过酒后助兴，大家图个乐子。既然是乐子，自然做不得数。这局棋做不得数。赖账，输不起。刚才逼娘亲赌命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做不得数？顾书瑶，你别太过分！刚才逼娘亲赌命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做不得数？顾书瑶，你别太过分！诸位代表表证，父系向来讲信义，督军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说出去的话就该作数。赌约字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盖的是军政府大印。督军要在诸位代表面前失信，还是说父系军政府的大印在督军眼里还不如一张废纸？父系夫人好气魄。督军话既出口，自然作数，愿赌就要服输。给。给。亲卫军2万精锐从这一刻起易主了，督军明断。既然督军认了账，那许夫人这身皮是不是也该扒干净了？督军，救我！我不想被扒光，我是为了您才跟他赌的。滚开！没用的东西，丢人现眼！若不是你这蠢货挑唆，我怎么会输掉扳指？
把这贱人拖下去，滚回东楼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不准踏出半步。夫人棋艺突飞猛进，我以前倒是小瞧你了。这么多年藏拙，原来是在等今天。督军过奖，我不过求一条活路。活路？我不信你会一直赢。刚才那局是我大意了，我再讨教一局，这一次不玩虚的。哦，督军要怎么赌？我赌剩下那半督军亲卫队，加上省城卫处司令部的调兵手令，你也拿出对等的筹码，顾家满门性命。夫人，接吗？谁都看得出来，傅晨渊已经疯了。他不仅要赢回面子，更要借这个机会将顾家彻底连根拔起，把他的督军、亲卫军和卫戍司令部都迎过来，到时候看谁还敢动咱们。好，既然督军有雅兴，我奉陪到底。若是以前的我，面对这等阴狠毒辣的棋风，只怕早已丢盔卸甲。但这一次，执棋的不是我，是那个被称为棋圣转世的仔仔。棋手天元，棋手天元，这是挑衅！顾淑云，你敢在我面前如此狂妄！挂角，对，杀！怎么可能？他竟能步步算计我的死殿！督军，这一子落下，您的脸面可就真的没了。督军，这块棋又死了，何必苦苦支撑？认输吧，督军，留点体面。闭嘴！我还没输。怎么会这样？风向变了，父系的天怕是要变了。老夫人，如夫人来了。老夫人，求您救救我，救救傅家这份基业啊！你又闹什么？督军他疯了。他原本打算在夜宴后，不管输赢，都要强行扣下顾老帅。他要逼反北境顾家军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。督军早就防着顾家，今夜这场棋局从头到尾都是局。他要夺兵权，要断顾家的路。一旦顾老帅被扣，北境必反，傅系也要跟着完啊！一旦顾老帅被扣，北境必反，傅系也要跟着完啊！他还写了密令，要将顾家满门清算。老夫人，顾家世代忠勇，北境顾家军若真被逼反，傅系必乱。督军这是要拿傅系的根基去赌啊！去，连夜请宗亲和军政元老入府，一个都不许漏。是。夫人，如夫人闯进了老夫人佛堂，她已将督军意图扣押老帅、清算顾家的事全抖了出来。老夫人震怒，已连夜召宗亲和元老入府。这正是我要的结果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那个扳指该用起来了。娘亲别怕，小儿一定会保护好娘亲。传我手令。是。更换亲卫军统领，换上顾系旧部。从今夜起，督军府内外9道警戒门，许进不许出。是。夫人有令，今夜换房。传下去，立刻废去顾淑云的正式名分，就说他妖言惑众，意图夺权，着各处即刻拿办。愣着干什么？接令！督军聋了，这道手令，怕是出不了这间机要书房了。夫人，您一夜没合眼，再这么熬下去，身子怕是撑不住。我若今日撑不住，顾家上下就没人能撑了。是。回夫人，9道警备门已全部换房，巡逻口令也依照您的意思改了。前院、后院、议事厅、机要书房外都是咱们的人。副官长呢？已经请去偏院歇着了，人没伤着，只是暂时出不来。督军旧部里几个最要紧的心腹也都分别看住了。昨夜扳指一到手，
我就没打算给傅晨娇喘息的机会。与其等他反扑，不如先把他的手脚一根根捆死。议事厅外的人呢？已经布好，枪不出鞘，刀不离身，只守安门不经府外。若无夫人手令，谁也别想把消息递出去。很好，记住，今天要的是收权，不是乱扶。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在议事厅里拔枪。属下明白。夫人都核过了，供词有时辰，有见证，有指印。赌约字据上的印色印文同机要留档完全一致，密令的纸张、行文格式、笔记也都对得上。徐婉堂怕死，怕死的人不会为了体面闭嘴，只会为了活命咬人。这样的供词最好用，连清查门第这种字眼他都敢往纸上写。昨夜那局不是一时起意，是蓄谋已久。供词先念，字句次之，密令压后。夫人是想先让他们知道昨夜不是闹剧，再让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杀局。是。老夫人那边刚传了话，说手令已经备好，若晨会上有变，随时能送进议事厅。我知道，手令能落锤，却不能替我转人心。今晨，我要让满厅军政官员自己看明白，傅晨渊已经不配再坐那个位置。娘亲，别怕，今天不是陪他下棋，今天轮到他们听你落子了。更衣吧。夫人慢些。今日我若退半步，退的不是我，是顾家满门。走吧，今晨之后，这督军府总该换个规矩了。真正的胜负不在昨夜，在今晨。这场戏，督军，您一夜没睡，不如先歇一歇。晨会那边更衣都更完了，你才来劝我歇。本督军还没死，用不着旁人替我做主。是。晨会照常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翻天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慢着，副官长呢？回督军，副官长今晨还没来。没来？他什么时候敢不等我先到议事厅？亲卫统领呢？机要副手呢？还有昨夜让他们去办的事，谁来回过我一句？都说在忙晨会安排。忙晨会安排？谁许他们越过我安排晨会？一个个都死了不成？属下这就去找，这就去。不必了。你抬头，督军。从前守这条廊的不是你，属下今晨轮值，奉谁的令轮值？今晨执防口令，恕属下不得擅言。好，好得很。不过一夜，连个看门的都敢跟我拿枪做吊了。让开，请督军入内。你是北境的人，属下奉令值守，奉谁的令？厅中自有分晓。督军，谁让你们添这张椅子的？回督军，今晨所议皆设军政重务，按连氏议事就例，可设监正席。监正席，本督军还坐在这里，谁敢监我的政？副官长不在，传令官换了，连议事厅的座翠都敢擅改。昨夜你们一个个都还会说话。怎么到了今晨，倒全成了哑巴？晨会未起，属下不敢妄言。不敢妄言，是不敢妄言，还是不敢看我？你来做什么？顾淑云，你想干什么？坐下。放肆！带兵进议事厅擅设监正席，顾淑云，你是要造反吗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是傅家的夫人，内宅的手，什么时候也敢伸到军政府来了？今日是连时晨会，不是内院争执，把老夫人口语念了。
奉老夫人口谕，今日唱会照常，凡涉军政重务，皆当场议定。一应在席官员不得擅离，不得擅离，不得擅传，不得擅断。若有争议，准联席共议，留当存证。督军既坐在这里，那就更该照军政府的规矩来。规矩？你带兵进厅逼迫上官，这也叫规矩？若我是来逼迫督军的，昨夜拿到扳指后，就不会等到今晨了。今日既然诸位都在，那就把话摊开，把账算清。夫人，我斗胆多言一句，今晨之事，若论军政，自有军政规训。可夫人终究是内宅之人，坐在这里，怕是不合旧制。好一句不合旧制！我坐不坐的这个席，待会儿再论。但督军昨夜拿军政府大印上赌桌，这件事合不合旧制，今日总该先论一论。昨夜不过夜宴助兴，你也敢拿来搬弄是非？夜宴助兴，若只是助兴，督军为何要盖军政府大印？若只是取乐，又为何要把顾家兵权写进赌约？规矩既要讲，就从昨夜开始讲。家事可以私下关门说，军政府的大印却不能。谁若觉得今晨我坐在这里不合旧制，不如先想想昨夜那张盖了大印的赌约，又该按哪一条旧制来算？看来夫人要赢的，从来不是一场口舌，而是要借着整场联席议会，把督军亲手按到他自己立的规矩下面。好，很好。你既非要把昨夜之事搬到晨会上来说，那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拿出什么来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念。徐婉堂供认，元宵夜宴之棋局，并非席间兴起，乃事先授意。共称其于开宴前，便得督军口信，令其在席上借彩头挑衅夫人。若夫人应赌，则可顺势加码，逼其立下亲笔书信，劝沈老壮交出北境兵权。共称其于开宴前，便得督军口信，令其在席上借彩头挑衅夫人。若夫人应赌，则可顺势加码，逼其立下亲笔书信，劝沈老壮交出北境兵权。原来如此，昨夜那局竟真是冲着顾家军去的。徐婉堂又供认，其数日前便从督军言谈中得知，夫人颈间长命锁并非寻常旧物，或使夫人以顾家女儿身份亲笔致信沈老帅，使其交出调兵手令，辞去北境军职。共称其于服间多次索要长命锁，并非一时贪玩，而是按督军意思试探夫人底线，以便后续施压。够了！一个贱婢为了活命胡乱攀咬，也配拿到联谊议事厅来念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昨夜失宠，今夜受刑，谁知道是不是为了给自己脱罪，编出这一套鬼话来？你们竟也敢拿他的话往本督军头上扣！把录供凭证呈上来。回诸位大人，徐婉堂供词录于昨夜3更。录供时在场者共3人，老夫人院中长侍嬷嬷1名，机要录员1名，职业女史1名。口供录毕后，徐婉堂亲自画押，录供人、见证人俱已签名留档。此外，供词原件与正抄件共存3份，1份送老夫人处，1份存机要房，1份封存在此，期间无人单独接触，不存在擅改、伪添之可能。风化若无纸无印，自然不足信。可这份供词有时辰、有画押、有录供人、有见证，他若还是风化，那军政府留党的规矩岂不也成了笑话？督军昨夜不是亲口说过吗？话既出口，自然作数。怎么轮到你自己就不作数了？若供词属实，那昨夜之事就不是内宅口角了，是套局。还是冲着兵权去的套局。一旦牵扯到兵权，牵扯到北境顾家军，牵扯到督军借内宅做局图谋娘家军权，这就成了军政府的事，是父系根本的事。供词念完了，下一份。昨夜元宵夜宴，当众所立赌约在此，
其上所载。夫人若败，须交出内宅总印、长命锁，并亲笔致信顾老帅，劝其交出北境调兵手令，辞去军职，回乡静养。如夫人若败，则其一应赌注由督军代出，以9阶御班制为凭。字据立于夜宴正中，由机要秘书官当场记录，当众加向军政府正印。席间诸位大人及外兵俱曾目睹。连逼顾老帅交兵权的话都写进去了。昨夜北连、西连的人都在，若这张字上传出去，外头会怎么看军政府？请诸位大人验印。昨夜所用之印为军政府正印无误，印色、印文、用泥、按压方式皆与机要房存档一致。昨夜字据立成后，已按正式文书之例登记入部，构成留档依据。若要作废，亦须走废档消印之章程，绝非一句戏言便可抹去。公器若成儿戏，军心必乱。验印，不过一张夜宴上的纸，诸位倒是验得认真。昨夜不过酒后助兴，图个热闹而已。夜宴上的乐子，也值得搬到联谊盛会上来当真？他想退，我偏不许。不足为惧。难道不是？那督军昨夜盖下去的是酒后红泥，还是军政府正印？若只是助兴取乐，何必动大印？若只是席间玩笑，又何必把顾家兵权、督军亲卫、卫戍守宴一并写上去？督军昨夜让机要秘书当场立字据，请众人做见证时，可没说这是戏文。你若认他，就该认账；你若不认他，就是亲口承认军政府正印不过是一张废纸。荒唐！不可！军政府正印岂可如此轻慢？顾淑云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我危言耸听？昨夜坐在宴席上的不止父系官员，还有使团代表。督军若今日敢说那方大印盖下去不作数，明日外头的人便都知道，父系军政府的公函也不过看督军一时高兴。昨夜丢的不是一局棋，是整个父系的脸面。昨夜被你按进纸里的，也不是一枚印，是督军府的公信。老督军当年起家，最重军令与信义。若知后人拿正印上赌桌，只怕九泉之下也难安。我知道，这还不够。供词与字句只够让众人看清他如何无信无耻。真正能把他从主位上掀下来的，是他藏在暗处真正想做的那件事。若只是失仪失德，确实还不至于今日当堂一嘴。真正动摇军政府根本的，是第三项。是。此令昨夜自督军机要书房暗格中搜出，取出时，老夫人、宗戚2位、陆验官1名、机要陆员1名俱在场，可为见证。纸张为督军机要房专用暗文嵌，印泥为机要红泥，封套火漆与暗格封签相符，行文格式、用印位置、密押笔记，皆与督军平日下发的机要密令一致。密令第1条：若元宵夜宴后，沈氏仍不肯配合，当即以夫人失仪、妄议军政为由，将其软禁正院，切断内外往来，并速遣人往北境，以夫人亲笔书信为引，逼沈老帅交出调兵手令。若顾老帅拒不从命，则于其入省城议事时设法扣留，沿线3日交权。扣留顾老帅？顾老帅镇北多年，手下旧部如云，这不是逼人翻脸吗？昨夜看到密令时，我便知道傅沉渊已动了杀心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递向顾家的第一把刀。若我昨夜输了，今日等着父亲交权换命的，便是个被锁在正院的废人。密令第2条：若北境顾家军有变动，可先以抗命之名调为顾系旧部诸将，再责其要者治罪，以儆效尤。若其部仍不服从，则可加通敌之名，移交军法会审，先斩后奏。先斩后奏，抗命通敌，他这是要往顾家头上扣谋反的帽子。这不是整肃，这是逼反。北境若乱，外防谁来守？军心若散，父系拿什么压住外头那几方势力？
督军这是疯了不成？伪造，都是伪造！谁敢栽赃本督军？暗阁里的东西，除了我，谁还能碰？昨夜你们借着夜宴作乱，闯我机要书房，合起伙做了这么份东西，就想往我头上扣？督军这话，老奴不敢认。昨夜搜暗阁时，老夫人亲自在场，宗亲2位，陆验官1位，机要陆员1位，眼看着从暗阁中取出封电，合过封签、火旗、密缨，又亲眼看着重新封床。督军若说是伪造，是说老夫人也在同旁人一道构陷您吗？督军机要暗阁的钥匙、封泥留痕、用纸批次皆可核查。若大人们不信，尽可当堂验当。除非有人能一夜之间伪造出同批纸张、同色印泥、同一道密押笔记，再把封套塞回暗阁而不留痕迹。若督军坚持说是伪造，便请当堂指明哪一处伪，哪一笔假。昨夜那局不过是你递来的第1把刀，你要的从来不是一枚长命锁，也不是我在众人面前认输，你要借我之手逼我父亲交兵，借我的名去断顾家军的根，再借军政府的印替你自己的私心铺一条冠冕堂皇的路。若昨夜我输了，今日被软禁在正院的人就是我；若父亲不交权，被扣下的人便是顾老帅；若顾家旧部不服，你便顺势扣他们一个抗命通敌的罪名，把顾家满门一并清了。今日若还任你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明日乱的就不是顾家，是整个北境。到那时，军心反噬，外患趁虚，谁替父系收场？这不是家事了。够了！本督军还没死，谁敢在这里定我的罪？财政厅长，你说。下官不敢妄断。不敢妄断？昨夜你在席上喝酒看戏的时候，倒没见你不敢。军务司，你说。供词、字据、密令俱在，下官不敢妄言。又是不敢妄言！你们一个个平日吃的是谁的俸，领的是谁的命？看了几张纸，就全都缩成了王八！好得很。来人！把监察委员给我拿下，把机要秘书铐起来，把他带回内宅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秦卫军呢？都聋了吗？本督军在下令，你们没听见？回长官，议事未毕，厅外守备已封。你叫他什么？长官。你是本督军的亲卫，你叫他长官？属下奉9阶御班旨，与监正席守令值守，未得长官之令，不得妄动。杜军今日才知道什么叫令不出厅门吗？你也要跟着他们逼我？不是逼你，是救父系。救父系？你们带兵进厅，逼主夺权，这也叫救父系？老督军起家的时候，手下只有1营救兵，3箱救枪，连粮饷都要靠典当祖业去凑。那是外有强敌，内无根基。父系能从乱局里挣出一条活路，靠的不是窃宠，不是赌桌，靠的是军纪，靠的是信义，靠的是老督军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肯让外头说一句父系言而无信。昨夜督军拿军政府大印上赌桌，今晨密令右县，要扣顾老帅，逼顾家军
甚至要以抗命、通敌之名整肃旧部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是嫌父系如今的祸还不够多，还是嫌这份祖宗基业毁得不够快？你若只是失德也就罢了，可你如今做的已经不是失德，是失位。再由着你做下去，毁的不是你一人前程，是整个父系上下的活路。好一个活路！你拿我父亲来压我，如今又拿祖宗基业来压我，说到底，不还是要我让位给一个女人？一个女人？若今日坐在监正最上的只是个争风吃醋的妇人，老朽第一个不服。可今日坐在那里的不是傅家的内宅夫人，是昨夜扛住了局，今晨敢把证据摆到明面上来的人，是明知道一退便是满门皆亡，仍敢坐在这里把账一条一条算清的人，更是眼下唯一还想着替父系收场的人。他是在给满厅仍在观望的人找一个可以导向的理由，告诉他们，这不是背主求荣，这是在保父系。为父系基业，请督军交出军政大权。请督军以大局为重。请督军交出军政大权。老顾问的第一跪，替所有人把背弃改写成了顾全大局。这种集体性的自我说服，远比任何刀枪更能决定这场晨会的输赢。反了，都反了！我一手提拔你们，我给你们官位，给你们俸禄，给你们脸面，你们就是这样毁我的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老夫人手令到。督军傅沉渊，今因行止失德，处断失当，己酿大祸，不宜在总理事务。即日起，停其一切军政号令，封存印系、调令、亲卫调度权，其所长机要文书，着人接收查验，未检又核，不得擅动。军政府诸务暂由联席共议。晨会所设监政席，自今日起代长总和，一应军政事务，皆须经监政席审阅存档，方可施行。进路。母亲她是被你们蒙蔽了。昨夜之事不过一时失手，今晨这些供词密令都是有人借机做局。他老人家不会下这种令，他绝不会。督军，老夫人说，昨夜供词密令、赌约字据，他都亲眼验过。老夫人还说，督军若还记得自己姓傅，就别再拖着父系一起下水。依令行事。是。请监正夫人示下，今晨地会之事，外头使团与商会那边是否需要先行安抚？外头先不必惊动，对外统一口径，只称督军突发救急，需静养。军政府诸务暂由联事共理照常运转，不得有一字透露今晨实情。是。夫人监正，卫戍司那边可要先稳住，若城中听见风声，最怕有人借机生乱。卫戍司照常巡城，令他们只管维持城防与街面秩序，不得擅自调兵，不得惊扰百姓。若有人借今日之事哄抬物价、散布流言，一律拿下，从重处置。北境旧部昨夜已入府一批，若再有大批人马入城，恐怕会惹人猜疑。北境旧部暂不许大队入城，传信给父亲，只说府中已稳，让他的人守在城外与各处要冲，按兵不动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稳军心，不是生事。是。今日之事到今日为止。谁若想着借此翻旧账、攀新高、顺手踩人，便是拿军政府安稳开玩笑。我能拿下一个傅沉渊，也一样能拿下第二个。夫人说的是，把人赶下去只是第一步，能把局稳住，才算真正过了这一关。还不能歇，今日只是把人赶下去了，不是把这摊子稳住了。坐上这个位子，才知道赢从来不是结局。娘亲，这回是真的没人能赶咱们了。隐忍不是活路，退让不是周全，活路从来不是等来的，
是握出来的。以后谁要是再欺负你，咱们就不跟他讲道理了。道理还是要讲，只是要握在手里讲。娘亲，呼呼，疼吗？娘亲，我尽量缩成一团，咱们快点出去，不让你疼太久。生了，是位男孩，大喜，是位男孩。曾经我以为隐忍是生存之道，如今我才明白，只有手中握拳，才能护住想护之人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的命运，我儿子的命运，顾家的命运，由我们自己主宰。